这期影片我会分享16个 Canva 的使用技巧，其中有很多技巧你可能都还不知道，会展示很多 Canva 的隐藏工具，以及今年推出的很多新的功能，包括 AI 功能，你一定会从这期影片里面学到很多。还有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，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，像我们可以在 Canva 里面快速的给文字去加入一个外轮廓了。比如说可以把这样的文字去加入一个外轮廓，它操作非常简单，你选择这个文字，然后选这里效果，这里面有一个外框选项，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我这文字就会加入一个外框的效果了。然后我可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，比如说更改成黄色。像我这黑色的文字就被加入一个黄色的外轮廓了，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外轮廓粗细，像这文字的外轮廓就被加粗了。如果需要调整本身文字的颜色，你需要选这个文字颜色，在这里面去更改文字本身的颜色，比如说我选择红色，这样的文字就变红了，它有一个黄色的文字外轮廓。第二个使用技巧就是，现在在 Canva 里面可以快速的一个人物去加入一个外轮廓了。这个技巧被很广泛的使用在了缩图的设计上面。比如现在我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人像，它是一个透明背景的。我在之后介绍技巧的时候，也会告诉你如何使用 Canva 去快速去除掉本身照片的背景。想给我人像去加入一个外轮廓，我首先选择别人照片，在这边选择阴影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Outline 选项，现在就可以看到我这人像就被加入一个黑色的外轮廓，然后可以对它一些属性进行调节。首先可以调整一下它尺寸，我可以把它变大，也可以加入一些模糊化，调整它角度，调整距离，也可以调整颜色。比如说我加入一个黄色的外轮廓，也可以调整一下本身的强度。我认为这功能对缩图设计来说是非常好用的，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使用一下。第三个使用技巧就是，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去定制化界面的颜色了。想打开界面颜色设置，需要选这个颜色选项，这边可以找到渐层颜色分类，这里面就有很多本身已经预设好的一些界面颜色。比如说我选这个渐层颜色，像我这背景的颜色就变成这样的渐层颜色了。假如说你看到底下的渐层预设里面没有你想要的颜色，我们也是能够自定义的。我们可以直接选这个新增颜色，这里面除了单色以外，现在有渐层选项了。一开始是默认的是灰色还有白色，我可以调整一下这白色，比如说我选红色，现在白色就变红色了，然后调整一下灰色，比如说把它变成黄色，就可以看到这有一个红色还有黄色组合起来的渐层颜色。然后这底下可以选择渐层的风格，这是第一种风格，这是第二种风格，这第三种，然后这第四种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，然后这第五种是斜角的。如果说你想把这颜色变得更复杂一些，再加入新的颜色，可以选这个加号，比如说再加入一个绿色，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3种颜色组合起来的界面颜色了。接下来介绍一个 Canva 最新推出的 AI 功能 Magic Write，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生成文案，非常的方便。比如说想快速的创建一个 IG 贴文，我就可以使用 Magic Write。我可以首先新建一个页面，想要启动 Magic Write 这个功能，可以点击右下角这标志，它是 Canva 小帮手，这边可以看到 Magic Write 这个功能，然后在这里面我可以输入一个提示，比如说想让 Magic Write 去帮我写出一个成功的励志语录，然后就可以产生了。这里面它就帮我写出了一个成功的励志语录，我可以直接复制，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的使用 Magic Write 这个功能去帮我完成一个 IG 的贴文了，非常方便。接下来要介绍 Canva 新的功能是图层的功能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很多图形，它们都堆叠在了一起。假如我需要改变一下每个图形的顺序，以前的方法就是我需要选这个图形，然后选择位置，这里面有选择往后，这样我这图形就往后了，或者是移至最后，这样这图形就移至到最后了。然后选择另外一个图形，把它往前，这样这图形和这图形就调整顺序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消耗时间的。像 Canva 有个新的功能，就图层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图层选项，这里面就会清晰的展示给你每个图形它的图层。比如说想调整一下绿色图形和黄色图形它的位置，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调整。我选这个标志往上移，现在可以看到黄色图形就往上移了。这里面也可以清晰的告诉你，黄色是比绿色更上一层的。假如说想让这图形变成最上面一个图形，也是一样的，我把它往上移，移动到第一层，现在就可以看到它就回到第一层了。所以这图层的功能就跟 Photoshop 一样，可以让你非常好的调节每个图层它的顺序。接下来调的就是像 Canva 加入了1100多种的字体，其中有添加了一些中文的字体，比如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新增的中文字体，比如说可画热黑、可画手书、可画漫游世界、可
可画甜心体，比如说可以选这个可画甜心体，这个就是这样的字体，或者选这个新代的焦糖体，这个就是这样的字体了。所以对于中文的创作者来说，会有更多的选择。接下来介绍一下 Canva 去除照片背景的功能，这功能真的非常强大，可以一键去除掉照片的背景。比如说这里我准备了一张照片，它是有背景的，我可以选择这个编辑照片，然后选择这个背景移除工具，现在就可以看到非常快的 Canva 就帮助我去除掉了这张照片的背景。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用的，但是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如果你还没有 Canva Pro 账户，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的获得30天的 Canva Pro 的试用期，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功能了。Canva 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去除掉照片的背景，影片的背景也是能够去除掉的。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了一部影片，我可以选择这个编辑影片，然后可以找到这个背景移除工具，这里面注意一下，这也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然后就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这部影片它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。我可以给它加入一个新的背景，比如说选择这个新的背景，所以这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接下来会继续展示出更多 Canva 的使用技巧。不过在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。接下来介绍一个技巧，就是在 Canva 里面可以对影片的画面进行快速的调节。想要对画面进行调节，我还是选择编辑影片，然后这里面有个调整选项。这边可以对画面进行非常多的调整，比如说白平衡的调整，可以把画面变暖或变冷，比如说可以把画面变暖一些，然后你可以调节一下画面的色调，之后就可以对画面进行浅色调整，比如说调节画面亮度，调节它对比度，然后调节整体亮度，给它加入一些阴影，加入一些淡化，也可以对颜色进行调整，比如说把颜色变更明亮一些，然后可以增加整体画面颜色的饱和度，或者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一些正片的俯冲，这可以给画面加一些晕影。这就是我调整完之后的画面，你可以看到和原来的画面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。接下来展示另外一个 Canva 最新出的 AI 功能，叫 Magic Edit。这功能真的非常强大，接下来我就展示给你。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照片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蛋糕，假如说想发挥创意，我把这蛋糕变成一个牛排，我就可以使用 Magic Edit 这个功能。我选择编辑照片，这里面我选择 Magic Edit， 它总共需要你有3个步骤。首先你需要用笔刷去扫描过影像，刚才我有说到我需要更改这蛋糕变成牛排，所以我就用笔刷去涂抹这蛋糕，像是选择了这个蛋糕，然后选择继续。接下来我就需要描述一个我想要产生的内容，我这里输的信息就是一盘牛排，然后选择这里产生，这边就可以看到生成了4个结果。因为我的描述比较简单，所以 Canva 就不知道我的盘子是怎么样放的，所以就会造成有这样的角度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这就是一盘牛排，这是第2种结果，这是第3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最契合我这张图片的。可以看到是一盘牛排，还有一些绿色的菜叶，然后这个就是第4个结果。如果你不满意结果，也是能够选择这个产生新的结果，它会帮助你生成4个新的结果，所以这功能就能够帮助你快速的产生非常有创意的设计效果。接下来介绍 Canva 的魔术橡皮擦功能，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照片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飞机的样子。假如说我想去掉这个飞机，我就可以使用 Canva 的魔术橡皮擦功能，还选择编辑照片，这边可以看到魔术橡皮擦功能，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现在我进入到了魔术橡皮擦的编辑界面，我可以在这里面调整笔刷大小，然后选这个飞机，把它擦除，现在就处理了。现在就可以看到非常神奇的魔术橡皮擦就把这飞机删除掉了。接下来介绍一下 Canva 的翻译功能，比如说在这里面我的简报是英文版本的，我想把它翻译成中文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在左边找到应用程式，然后我搜索翻译，然后找到这个翻译功能。这里面首先需要选择原文的语言， Canva 能够帮助你自动侦测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选择本身的语言，我原文的语言是英文。接下来选择译文的语言就是中文，你可以选择简体中文还是繁体中文，我选择繁体中文。然后你可以选择要翻译的页面，你可以选择单独的页面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全部的页面，然后就可以选翻译了。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就帮我翻译成中文了。这个功能你能够免费使用，但是免费的 Canva 账户总共只能够使用50次。如果你升级到了 Canva Pro， 你每个月拥有500次的翻译次数。我个人认为这功能也是非常实用的。接下来介绍一下 Canva 里面的文字转图片功能。想找到文字转图片功能，你可以选这个应用程式，在这里面热门选项底下，你可以找到这个 Text to Image。
现在我进入到了文字转图片它的界面，这里面首先你需要输入一些信息，去描述一下要生成什么图像。比如说的描述就是日出时瀑布还有山峰的美丽自然风景。这边还可以选择图像样式，它有非常多的图像样式给我们选择，比如说有摄影类别的、数位艺术类别的、绘画作品类别的，比如说我选择电影感的，然后可以选择高宽比，有方形的、横式的，还有直式的，然后这里面就可以建立影像了。这边就可以看到产生了4种结果，这个是第一种结果，它是符后的描述的瀑布还有山峰，然后又有电的感觉。这是第2种结果，有不同的画面效果，还有不同的角度。然后这是第3种结果，也是呈现出另外一种艺术效果，然后不同的角度。然后这是第4种效果，它的角度也不一样了，它整体画面的颜色色调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功能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输入任何你想要描述的信息，发挥你无限的创意， Canva AI 就能够根据你的描述去产生图像。接下来介绍一下 Canva 全新升级的绘图功能，在左边这一栏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绘图选项，现在进入到了绘图的界面里面，它总共会有3个画笔样式，这是第1种样式，可以来看一下效果，它这一种效果，这是第2种画笔效果，它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，这是第3种画笔，就有一种荧光笔的效果。所以可以看到，第1种就是普通画笔的效果，第2种就是马克笔的效果，第3种就是荧光笔的效果。然后你可以选这个选项，就可以选这个线条，然后你可以移动它或者删去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里面可以调整一下颜色，比如说把它变成蓝色，那么这荧光笔就可以画出蓝色了。比如说我选择马克笔样式，调整它颜色，比如说画成紫色，现在就能够画出一个紫色的效果了。然后最底下有个设定选项，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粗细，或者是手动的调整，比如说看一下这个粗细，现在就变得非常粗了。接下来还是分享一个绘画的技巧，比如说让这个画笔画一个圆。通常来说，手动画的圆肯定是不能够非常圆的，但是我这边教大家一个技巧，比如说我还是画一个圆，也是手动的，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停一下，就可以看到 Canva 就会自动帮我调整本身的圆弧度，就可以画出一个更加圆的圆了。我也可以画出其他形状，比如说画一个三角形，我停住就可以看到变成一个比较正规的三角形了。下一个技巧就是现在在 Canva 里面能够下载 4K 画质影片了，比如说我有这部影片，想要下载的话，我选择右上角分享，然后选择下载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默认的是 1080p HD 像素，但是我可以把它拉大变成 4K 的像素，但是这个功能也是需要你实现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如果你使用 Canva 去剪辑影片，现在你就能够下载更高画质的影片了。在我频道里面还有非常多关于 Canva 教学影片，你可以看这个播放列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，追踪 IG 能够和我有更多互动。我们下期片再见，拜拜。